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海丽说 Pure Tales， 我是在加拿大做记者的 April。不知道大家手机上有没有收到过丢小孩的信息？周三凌晨12点多的时候，安省的安博警报吓到了很多人。有的网友说，大晚上的发警报简直是扰民，还有人不嫌事大，撺掇别人去打911。当然，绝大多数的网友都表示理解。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安博警报 Amber Alert。周三凌晨的时候，安大略省巴里市警方发布警报，说一名3岁的女孩丢失。周三上午8点22分，警方说在多伦多找到了这个孩子，而且她健康状况良好。警方说将很快安排她回巴里。巴黎警方的发言人皮特莱昂说，其实是一个社区机构给警察打了电话，说一户人家本应该有2个孩子，但是只有1个孩子在。随后警方对这个住宅进行了彻底的搜查，但是没有找到第2个孩子。莱昂说，这个案子符合发布安博警报的标准，所以他们发布了警报。但是周三凌晨的警报声也引起了不少居民的抱怨，有的人是在抱怨警报本身，而有的人则是在抱怨这些抱怨的人。大家可能知道，手机上发出的警报声非常的响亮，甚至很刺耳。当然，它的目的是尽可能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是周三凌晨警报响起的时候，很多人已经睡觉了。有网友沮丧地说，我本来马上就要睡着了，结果一个警报来，自己一点睡意都没有了。还有网友愤怒地说，安省几十万人都被这个警报给吓尿了。其实一个无声的通知就可以起到效果，衡量一下利弊吧。还有人搞笑说，就问你们这些抱怨的人敢不敢打911，敢不敢？当然，绝大多数的网友都表示很理解并且支持这个系统。有的人说，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打911报警，抱怨这个是扰民的话，那你就是垃圾。还有人说，如果你在别人孩子丢了的情况下还抱怨这抱怨那，那我一定会拉黑你。那么说了这么多，安博警报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安博警报系统它是通过电视、广播、无线设备等方式，向公众提供有关儿童失踪的即时和最新消息，并且寻求公众的协助，从而安全迅速地把这个丢失的孩子找回来。而这个系统的目标是让尽可能多的社区成员参与到寻找失踪儿童当中，从而每个社会成员都成为这个执法部门的耳目。在加拿大，安博警报系统是由各省负责运作的。虽然大多数省份都有安博警报委员会，但是只有执法系统可以通过 Alert Ready 这个紧急警报系统发出警报，通过手机、电视、广播等等媒介来告诉加拿大人发生了什么。您可能好奇了，为什么它叫安博警报呢？原来在1996年的时候，9岁的小女孩安博在美国德州被绑架，并且被残忍的杀害。她的死亡对整个北美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在这场悲剧发生之后，人们就开发了一个紧急警报系统，以向公众快速发布有关儿童绑架事件的信息。而为了纪念小安博，这个系统就被命名为安博警报系统。那么想要发出安博警报，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加拿大各省可能有一些细微的不同，但是总体上都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第一，这个孩子必须未满18岁。第二，相信这个孩子已经被绑架。第三，相信这个孩子处于严重危险当中。第四，发出警报有可能有助于找到这个孩子或者是绑架者的信息。最后，警报应当在绑架事件发生后的合理时间内发出。那么如果你收到安博警报，你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应该仔细阅读这条警报，其次留意这个失踪或者是被绑架的孩子、嫌疑人或嫌疑车辆的信息。最后，如果你听到或看到任何相关的情况，请立即报警。安博警报是找到儿童和嫌疑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但是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适用，而且它发布的时间也至关重要。就像在周三的事件当中，有人就质疑说，既然下午5点半的时候就知道孩子丢了，为什么要等到半夜的时候才发警报呢？这让人不得不怀疑，警察是故意等到嫌犯上床睡觉的时候觉得好抓人。也有人质疑说，就在半夜大家都要睡觉的时候发警报，大家到底能帮上什么忙？把整个省的人都惊醒了，到底有什么用？其实早在2018年安省开始通过手机发布安博警报的时候，争议就存在。管理安省安博警报的警员斯泰西·沃利说，公开广播的信息对于执法人员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但是困难之处就在于，我们根本无法知道，如果不采取行动，情况是不是会以悲剧收场。所以在这一点上，如果通过执法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孩子是安全的，那这其实已经很好了。
他说2019年的时候，安省总共发布了8个安博警报，所有这些都是家庭绑架，其中有一个还导致了凶杀案，一个11岁女孩的生父杀死了她。但是对于这个说法，犯罪学教授格里芬并不是很认同。他在美国研究了10多年的安博警报，他说这个系统其实被过度宣传了，而且他说安博系统其实在帮助找回被绑架的儿童方面，远远没有我们愿意相信的那么有效。他说主要有2个原因，首先，这些参与绑架的人呀，并不是很致命。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大多数的家庭内部绑架都发生在比如说父母、前男友、前女友、另一个亲戚、保姆这些人当中，而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些人是很致命的。其次呢，大多数的安博警报它的时效性很差。他说在美国，研究表明如果要发生谋杀案，它会很快发生，而安博警报并不足以把这些孩子们从这些致命的紧迫的危险当中拯救出来。对于安博警报，您认为它是有效的吗？您认为它是扰民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互动。好，今天的新闻我们就聊到这里。如果您有想了解的关于加拿大的大事小情，都可以给我们留言。也希望您能够订阅和点赞我们的节目，关注海狸说，带你远离假新闻，带你以第一视角观察和了解真实的加拿大。